虽然这预言家百发百中，但每一次只要他出来都没有好事，因为他不仅是预言家，更是内幕家，甚至是造局家。08年之前如果你说雷曼兄弟这家公司不行，你就会被全世界的人取笑，因为当时无数的人都买了雷曼的产品，都怕在雷曼的身上长期无脑的稳定赚钱。而就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也就是雷曼兄弟破产的前6天，有一个预言家突然就走了出来，他直接把雷曼的评级从投资级别降到垃圾级别。简单来说就会告诉大家雷曼已经没救了。而6天之后这一家大到不可能倒的雷曼兄弟还真的突然间破产了，直接就没了。然后无数的人因为金融危机就是什么都没做，但钱就跟着就没了，甚至有的人连命也没了。而如果你觉得这只是巧合没关系的，那前几年这预言家又走了出来，他直接把当时中国那个也是大到不可能倒的恒大，也是直接把他的评级降到垃圾级别。而当时无数人就出来发起声讨嘛，说这预言家是傻子。结果如何大家也知道了，恒大后面也真的爆了，中国的房价直接便宜了一半。就是只要你工作了10几20年嘛，把一生的储蓄拿去买房，那么恒大爆了之后你的储蓄就没了一半。而最近这个好久不见预言家，也就是穆迪，他又走了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假跳预言家的狼人又准备开始合法的去抢劫了。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萨利森。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穆迪这预言家背后的大股东其实就是平时笑哈哈喜欢喝可乐跟圣诞老人差不多的巴菲特。而这个穆迪是做什么的呢？就是负责评分的。比如说今天他给你的公司评为 A 加的级别，那么就代表他告诉市场上的投资者，你这家公司挺安全稳定的，所以你借钱的时候你就可以比其他的公司花低一点的利息去借嘛，而且大家也更愿意的把钱借给你。而如果你这家公司被评到 B 级以下就已经等同于说你是垃圾级别的了。而就在07年的时候雷曼兄弟这家公司，他手上大部分都是次贷的债券，在那个时候这些资产的价值早就已经暴跌了。也就是说，雷曼兄弟早就已经拿着不值钱的资产很久了。但是当时的穆迪依然给到雷曼兄弟 A 的评级，这代表什么呢？就最近前几天嘛，我走进银行办一些事，那取了一笔钱出来嘛，然后我的那个银行经理就跟我说与其你把这些钱放在那边不动，还不如投资一些稳定给你利息的产品。然后他就给我推荐了几只评级是 A 级的理财产品，告诉我这些产品每年会给你稳定 5% 的利息，你唯一的风险就是这几家公司倒闭。那么这其实就是跟08年的时候一样的，只要你手上有一笔钱，然后你走进一个银行，就可能会有人给你推荐雷曼兄弟的产品，告诉你雷曼兄弟会每年稳定的给你利息，你唯一的风险就是雷曼兄弟倒闭。而雷曼兄弟当时的评级是 A 级嘛，它是几乎大到不可能倒的。也因为这样全世界无数人都接盘了雷曼的产品，把自己的钱交给了雷曼。但是当时的雷曼手上大部分的资产都已经不值钱了，所以雷曼的老板就亲自飞到巴菲特的家里面，求他出手救这家公司。而巴菲特也开了一些条件嘛，比如说以后不管会发生什么事，你雷曼都必须要每年给我巴菲特 9% 的利息，还有不管你雷曼以后的股价涨得有多高，我巴菲特都可以用40块美元的价格去买你雷曼兄弟的股票。40块是什么概念呢？后面雷曼兄弟破产清算的价格就差不多是40块，也就是你雷曼就算后面你的股价可以涨到100块，但是我巴菲特也都可以用40块的最底价去买你的股票。结果雷曼兄弟的老板就拒绝了这个卖身契，然后3个月之后，穆迪就把这个雷曼的评级降到了 B 级，直接让市场的信心崩溃，雷曼的股价就暴跌了 93% 了，然后雷曼就破产了，引爆了金融危机了。而10天之后高盛也走到了这个破产的边缘，高盛的老板也一样亲自飞到巴菲特的家里面，求巴菲特出手去救他，不管巴菲特提出了什么条件，他都答应了。而最后巴菲特就这样成功的抄底了高盛还有通用电气。也就是说，你雷曼不卖身给我没关系的，你爆了之后还有更多人卖给我。而最近就在巴菲特刚在股东大会说完美元即将下地狱之后他的穆迪又走了出来，突然间把这个美债的评级调低了。最重要的是，
美联储也出来说不降息了。然后你可以看得到，无论是美元指数还是美债都瞬间暴跌了，也就是说市场上有更多的人都在卖美元和美债。这代表什么呢？代表拿着合法抢劫和杀人牌照的白手套终于动手了。也就是说，美国的资本家和财阀他们手上的子弹已经存得差不多了。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想要成为这一次的牺牲品，甚至是希望可以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同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可以随时回来跟着去做。首先各位，美国银行的利息是谁决定的呢？就是升息和降息是谁决定的呢？很多人说是美联储。那美联储降息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只要通胀平均低于 2%， 就可以把利息降低，让大家去银行借钱的成本变低，这样呢就可以去刺激经济。但问题来了，20年的时候通胀率也没有低于 2% 然后呢就降息了，而且呢还直接把利息降到0，甚至还无上限的去扩表印钱。为什么呢？美联储就说嘛，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疫情的时候失业，如果呢要等到通胀压到 2%， 那就太晚了。所以当时美联储呢就多加了一个条件，只要这个失业率上来，它不但会降息，而且还会印钱。然后去年从年头开始呢，美联储都说不会降息了，原因呢就是通胀还很高嘛，美国的经济呢还是很强，大家都是有工作嘛。结果到了9月，这个通胀呢也是一样没有低于 2%， 但美联储就突然间开始降息了，原因也是一样的，说的是失业率太高了，所以如果不赶快降呢就来不及了。而现在呢，这个月呢他们就把这个降息的条件直接降低了，说通胀不用平均低于 2% 了，只要有一次低于 2%， 那就可以降息了。就是你会发现美联储它降不降息的这个条件好像一直以来都是变来变去的，达不到条件呢它就加一个条件，加一个条件也达不到呢，那就再降低一下条件，就这一个龙门呢一直搬来搬去的。所以美联储真的是根据它定的条件去判断要不要降息了吗？美国真的是美联储来决定降不降息了吗？还是说美联储早就有了要不要升息和降息的立场之后，它才加一些所谓的条件，让整件事合理化呢？就是你觉得对于美联储或者是美国政府来说，大家买的东西贵不贵，还有你有没有上班，真的那么重要吗？如果真的那么重要，美国还去加这个关税，是嫌东西不够贵吗？如果真的是那么重要，那美国还去裁员，嫌失业的人不够多吗？如果呢你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你就会觉得川普真的说得很对，就是现在美联储降息太晚了，因为你不用看数据嘛，你只要去一趟纽约，你都能够感觉到通胀和失业的问题非常严重。所以各位，真相是什么呢？你看这图嘛，就很简单的，蓝色那条线你这样理解吗？就是美国你存钱到银行的利率，就是美联储决定的那个利率嘛。而红色的那条线就是美国2年到期的国债利率，也就是美债利率嘛。所以你会发现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红色的线跟蓝色的线是同涨同跌的，就是美债的利息涨的时候呢，银行的利息呢也是涨的，美债利息跌的时候呢，银行的利息也是跌的，对吧？而最重要的是，就是你会发现红色的那一条线每一次都是比蓝色的那条线走得更快了。就是美债利息涨了上去之后，银行的利息才会跟着涨上去了。美债利息跌下去之后，银行的利息才会跌的，对吧？那这个呢是10年的数据，你可能会觉得是巧合，所以我们直接看50年的，你会发现结果呢也是一样的，红色线跟蓝色线都是同涨同跌的，而且红色线也是一直走在蓝色线之前的。也就是说，只要美债利息涨了上去，那么美联储就会跟着去升息，如果美债利息跌了下去，美联储呢就会跟着降息。这50年以来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是美联储的利息跟着美债去走的，而不是美债利息跟着美联储去走的。所以真相是什么呢？各位，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联储，甚至是资本家，他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不是什么通胀失业什么的，他们关心的是美债能不能卖得出去，是美元的霸权还在不在。重点来了，很简单嘛，如果今天银行的利息是 5%， 但是美债的利息是 4%，
你觉得美债能不能卖得出去呢？就是如果你有100万，你会存着美国的银行赚5%的利息呢，还是把钱借给美国政府只赚4%的利息呢？所以当银行的利息比这美债高的时候，那么大家都会去存钱就行了嘛，我为什么还要去买你的美债呢？而如果今天银行的利息是4%，美债利息是5%，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呢？这样大家就会把存在银行的钱都抽了出来，然后放进美债里面嘛，甚至很多人还会从银行把钱借出来，然后去买美债。我银行借钱的利息是4%，我买美债的利息是5%，这里面我是不是可以无风险的赚1%呢？然后无数的人呢就会加杠杆的去做这件事，把银行的钱都抽走，但又不把钱拿去做生意和投资，就躺着去吸政府的血，银行呢就会没钱嘛，甚至可能还会发生金融危机。所以银行的利息跟美债的利息呢是不能相差的太远了。那为什么是美联储的利息跟着美债去走，而不是美债的利息跟着美联储去走呢？有人就会说因为美债利息呢是市场定的，不能控制的，但银行的利息呢就是美联储是人为的去定的，是可以控制的。那么重点来了，美债的利息真的不可以去控制吗？91年的时候呢，有一家承销美债投行叫做所罗门公司，简单来说呢，就是美国政府把美债卖给他，然后他呢就拿着美债在市场上面去卖。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呢，我给你这所罗门的美债数量是有上限的，你只能买35%的美债，再多呢就不行了。而所罗门这家公司呢，为了买更多的美债，就伪造了一些客户的名字拿去买这个美债嘛。也因为这样，他们就囤积了天量的美债。那他们拿着这么多美债做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可以操纵美债的价格。比如说我大量去抛售美债，美债的价格是不是就跌了？而美债的价格呢，跟美债利息是反过来的，美债越便宜呢，利息就越高。也就是说，当时美债被大量的抛售，美债的利息呢就疯狂的暴涨。那所罗门这家公司呢，就可以不断操纵美债价格，从中去获利。而这件事情被爆出来之后呢，你知道这家所罗门公司的董事是谁吗？也是希望喝可乐的巴菲特老爷爷啊。然后我们不讲这么久的历史嘛，就23年的时候，贝莱德这些大资本去抄底美债的时候这美债就暴涨了40%了。还有很多这种案例，你随便一搜就有一大堆出来。那么这也就是说，美国降不降息是美联储说了算的，而美联储降不降息呢，是美债利息说了算的。所以是不是就是说，只要谁能够控制美债价格，谁就能掌控美联储升息和降息的节奏呢？而同时呢，我其他的影片也说过很多次了，美联储的背后也是资本家的时候，那你觉得升息和降息代表的是美国老百姓的利益呢，还是资本家的利益呢？而如果你能够听得懂，那么更重要的就来了，当美债的评级被这个穆迪调低了，当美债还在不断的被抛售，然后价格暴跌了，当这个10年美债利息还在不断的上涨的时候，你觉得美联储会不会降息呢？而很多人就会说只要美联储升息，资产的价格就会跌了，所以我们呢就要去卖资产。而只要美联储降息，资产的价格就会涨了，所以我们就要去买资产。真的是这样吗？23、24年的时候呢，美联储升息的时候，反而是我们赚钱最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美元暴涨，美股也暴涨。而去年年底呢，美联储一降息，美元就暴跌，美股呢甚至还股灾了。所以一样资产市涨是跌，跟升息和降息并没有直接关系。我们投资赚钱还是亏钱，只跟择时跟择势有关系。而我们虽然比巴菲特缺乏内幕的消息，但我们的优势却是比他更灵活。他卖股票要提前1年了，我们只需要提前1秒，所以我们可以赚了钱就跑。然后你思考一下，如果一只股票你买它失败的概率是99%，你要不要投呢？大部分的人都摇头了，对吧？但为什么你不问一下，你投这只股票亏钱的话亏多少钱，赚钱的话赚多少钱呢？如果今天我投100只股票，有99只都亏钱了，但每一只我只亏1万，我是不是就亏了99万？但只要我有一只赢了，我可以赚1000万，那么最后我还是赚900多万对吧？所以我亏了99万，是不是只是我投资的成本呢？所以胜率呢是很重要，赔率呢也是同样重要。我们的方法简单来说，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嘛？但是我看到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
但如果那3%、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来玩这个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这样看上去我是在做赌博，实际上我却是在投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投资方法，我们只需要学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学习过这套系统呢，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因为我们将会在这个月下架了。而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这个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了。如果你错过之后呢，里面任何福利都要取消了。那么为什么美国的资本家他们现在想让美债价格下跌呢？就有的人听到这里就觉得不对啊，巴菲特现在手上也拿着3000多亿的美债啊，那么美债价格下跌对巴菲特来说没有好处啊。各位，巴菲特他拿着的叫做短期美债，短期呢就是说3个月、半年，最多也就1年以内，这个美债呢就会到期了，美国政府呢就要连本带利的把钱还给巴菲特了。所以巴菲特只要他拿了这个美债到期，你美债的价格是涨是跌是跟他无关的。而且当你短期美债的价格跌了，利息呢也涨了，那么当巴菲特手上这些短期美债几个月、1年之后到期了，他再去买这个美债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可以用更低的价格去买，同时能赚更高的利息呢？所以美债价格下跌，利息变高，对于现在手拿着天量现金和短期美债的巴菲特来说，反而是件好事啊。之前的影片就讲过嘛，现在美国政府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长期的美债没人买，而那些美国资本家他们买的都是短期的美债，也就是说以前美国政府借钱呢，利息非常低的，而且呢还是10年、20年之后再去还钱了。而现在借钱呢，他们1个月、半年就要还一次钱了，而且现在美债利息呢还非常的高。你刚把钱还给美国资本家，那些资本家呢又把这个钱再借给你，然后再过几个月之后呢，你又要把钱连同高的利息还给这些资本家，然后他们又再把这个钱借给你，这不就好像在刷钱一样吗？所以只要国债不断的下跌，那么资本家就可以不断的放高利贷给美国政府去刷钱，甚至还可以空手套白狼。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美联储就在2020年疫情的时候呢，他说的是为了提振经济，然后呢就从这个高盛、花旗、摩根这些资本家手上大量的去买进他们的那个房产抵押证券。当时这些银行资本呢，他们要付给美联储的利息呢，大概是2%左右。简单来说，你这样理解，就是美联储以2%的利息，把几万亿的美元借给了这些银行嘛。而当他们把钱借给了这些银行资本之后呢，美联储就开始升息了，一直就升到5%左右。而这些银行一转身，就把从美联储借来2%利息的钱存进去美联储去吃5%的利息，也就是说，美联储等同于低息的去放贷，然后高息的去借贷给同一批银行的资本。所以是不是说，只要你美联储的利息越高，那么这些银行的资本就可以靠赚这个利息的差价，不断赚走你美联储的钱啊？这钱赚的又简单又没有风险啊！我从你这里借走2%的利息的钱，然后存在你这里赚走5%利息的钱。所以你觉得美债价格下跌，美债利息上涨，美联储不去降息，把利息维持在一个高位，对资本家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很多人又觉得不对啊，你不是说这些高盛、摩根之类的银行资本，他们是美联储的股东吗？他这样趴在美联储身上去吸血，这不等于把自己左边的口袋的钱放进自己右边的口袋而已吗？各位，美联储的背后是这些资本家没错，但你美联储赚钱还是亏钱，都跟这些资本家无关的呀。比如说美联储赚钱了，那美联储的利润是要交给美国政府的，这些股东呢是分不到钱的。而反过来，就好像现在一样，美联储一直亏钱，美联储的股东呢也不用自己拿钱出来了，因为美国政府呢会不断去贴钱和补钱给这个美联储了。也就是说，美联储亏钱了，最后是谁买单的呀？还是美国政府嘛？也就是说，只要美债的价格越来越低，利息越来越高，那么美联储呢就不能降息。美联储不能降息呢，那么资本家就可以继续的趴在美国政府身上去放高利贷吸血了。而说实话呢，我刚不是说我最近去银行办点事吗？其中一件事就是我之前拿了点钱去买的短期美债到期了，我的钱放了出来，所以我又去买了一些短期的美债了。
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这些资本家这么搞，又不降息，又调低了美债的评级，更说美元要下地狱，那他们自己呢是多赚了钱没错，但美国不就崩了吗？这样美国政府还钱的能力不就越来越差了吗？所以重中之重来了，各位，美国政府有还钱的能力吗？本来美债都是靠美联储印钱来还的，所以不存在美债还不起，美国会崩盘这个问题。只有一个问题，你看完我上一部影片就知道了，就是大家都不去买美债，美国花出去的钱收不回来的这个问题。而这一次穆迪把美债的评级调低，美债直接从全世界最安全的资产降级到了第12名啊！也就是说，穆迪就是在告诉全世界，现在有11个比美债更安全的债券可以去买，美债已经不那么安全了。那么各位，你去买的那些基金啊，买的保险啊，买的理财，买的年金，甚至是退休金等等的，就是那些他们拿着你的钱帮你投资的那些大机构，帮你理财的那些大型基金经理，他们就不得不调整他们投资的策略了，就是把你的钱从美债投资到其他国家的债券上面，比如说这欧洲啊、澳洲啊，还有加拿大的债券，这些现在呢比美债的排名还要更高啊。所以就会引发有大批的资金从美国转移到其他的国家，造成现在美元的贬值。甚至后面如果真的像巴菲特所说了，美元真的下地狱了，贬值的更惨的话，那么这将会是我之前讲的对全世界的海湖庄园协议，也就是新的广场协议。就是这个协议呢，它不需要你同意的，也不需要你签字的，只要美元贬值，那么就等同于你这个国家签了这份协议一样的。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一次巴菲特不仅参控了美元，而且他还吹捧了日本啊，说什么未来50年他们都不会卖出日本的股票。我说句不好听的，50年之后巴菲特还在不在我不知道，我只看到现在发生了什么。你会发现，就是连我身边很多从来不投资的人呢，现在就因为巴菲特跑了过去日本投资了不但买了股票，还买了房。所以我去年开始布局的日元就不断上涨了，美元就不断贬值了。如果你有看我上一部影片，你就知道巴菲特他不可以卖掉自己手上的美元换成日元的，但是他可以让大家卖掉美元资产而换成日元资产啊，这样他手上提前布局的日元资产不就升值了吗？你川普一句话就可以让全世界股灾了，那么你股神一句话也可以让一样资产暴涨了。这个呢就是股市 KOL 嘛，但这有点扯得太远了。各位，今天你想要买一样东西，但是别人不卖给你，那怎么办呢？这样你想要去买也买不到嘛。那么怎么样才能让他卖给你呢？第一步就是让他亏钱嘛。如果美元贬值，那么你是日本的机构，你拿着3兆，也就是3万亿美元资产的时候，如果美元贬值了 10%， 你是不是至少就亏了3000亿美元了呢？然后就是第二步，逼他们血亏大甩卖。我们看这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嘛，上面呢就是美债价格，下面呢就是美元嘛。一直以来呢，如果说美债跌了那美元就会涨，美债涨了，美元就会跌嘛。就是如果今天我是日本，我买了很多的美债，那么就算美债下跌了，我美债亏钱了，但是当我把美债卖了，把美元换回我日元的时候，我汇率上呢都是赚钱的，然后我一个亏钱一个赚钱就抵消了嘛。但是自从今年开始，美债跌了之后呢，美元也是跌了，也就是说那些拿着美债的日本机构，他们不但亏了美债下跌的钱，更亏了美元下跌的钱了。也因为这样，日本的债券基金呢，它就直接爆仓了，也就是说它只能把自己手上的美债亏本去大甩卖了。所以如果美元继续的贬值，那会怎么样呢？是不是全世界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都会像日本这样不断的去亏2次的钱了我美债亏完了再亏美元？因为这些大机构呢，他们买美债都是有杠杆的，如果银行看到他们手上的这些美债和美元贬值，银行呢就会去催他们还钱，或者呢让他们追加保证金，不然就会卖掉他们手上的资产。所以如果美债和美元继续这样贬值下去，全世界很多的大机构就会被打爆了，只能亏本大甩卖了。还有前几天嘛，日本的20年债券竟然卖不出去了，导致了日债暴跌，利息呢就暴涨了，涨到 3.5% 了。而日本存银行的利息呢，其实只有 0.5%， 也就是说
如果日债利息再这样暴涨，那么大家呢就不会把钱存银行了，反而是不断的从银行借钱，然后去买日债，这样日本银行的钱呢就被抽干。所以日本央行呢就只能提升银行的利息来避免这种情况。日本的央行他们自己也承认了，不排除准备要升息了。而一旦日本升息，那么日元就会再进一步的去升值，美元将会进一步的贬值。因为我讲过很多次了，之前全世界无数人都在日本借利息是 0.5% 的钱，然后投到美国利息是 5% 的银行里面赚这种套利的交易。而现在一旦日本升息了，套利的交易的利润将会变少，甚至还会因为美元贬值而出现亏损。也因为这样，很多加了杠杆去玩这种套利交易的机构也会被银行催还钱，还有追加保证金的，所以也会导致无数的美元瞬间要换成日元，美元将会再贬值的更厉害，而日元将会再升值的更厉害，然后就可以解决美债卖不出去的问题了，重新的让美国浴火重生了。为什么？很简单嘛，如果你日本或者是全世界不希望自己被打爆，不希望亏本的大损卖，你可以怎么做？你想想嘛，你全世界拿着我这么多的美债和美元，如果真的爆了，会发生什么？第一呢，就是你国家这些企业这么多年全部呢都是无用功了。第二呢，就是你的经济可能直接崩盘了。如果你不想发生这种事，你就只能不断去买美元和美债，就是你必须要继续的接盘美元和美债，这样呢你就不会亏那么多钱嘛。还有我前2部影片讲的，你就不会因为关税还有美元贬值，让你国家的出口的东西卖不出去了，这样你就不会像日本的经济一样失去30年。又或者比如说最近很多人看到美股反弹了然后就把钱投进去美股了，结果台币2天升值了 10%， 也就是不管你在美股反弹是赚钱还是亏钱，只要你把美元换成台币，你就先亏 10%。 所以如果你想要稳住自己的货币汇率，你就要去买美元和美债，这些之前讲过了，我就不讲了，等一下你可以去回顾。所以对于我来说呢，我从去年开始卖掉美股，除了是因为图表上面已经看到了大户出货的痕迹之外，我更多的是看到美元贬值的这个风险，所以我就只能把美元换成日元、黄金和比特币作为避险的资产，去对冲美元的风险。但是在股市里面，我只有布局港股，还有前段时间做空的美股，就并没有布局其他的股票了。而如果你主要的货币不是美元，其实你不需要像我一样去布局日元之类的，因为大概率呢，美元对全世界大部分的货币都是贬值的，所以你拿着自己家的货币去布局自己家的资产，风险可能会低一点。因为现在无论是港股、台股走势呢，都是跟美股差不多的，那你何必要布局美股呢？你何必要让自己去承受美元贬值的这个汇率的风险呢？很多人就会说我经常唱空这个美股。那如果你有看我24年的影片，我是无脑唱多美股的，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升息，美元升值，美股也进入到牛市了，也就是我们免费投资班讲的第2阶段。那段时间说句不好听了，只要你把钱投进美股，随便挑个最强的那几只股票，然后放个几个月，你不但可以赚足美股暴涨的钱，而且你还可以赚足美元升值的钱啊！这就是为什么我去年会布局美股，而现在为了保护我在美股赚的利润，我去布局日元、黄金、比特币的原因哦。所以你去思考一下，如果这一次美股崩盘、美元崩盘，最大受益人是谁呢？其实就是巴菲特。而虽然我们跟巴菲特投资的方法不同，但其实策略都是一样的。现在都是在存子弹，我们都在等美股现在调整的时候，可以出现一个方向的趋势，到底跟我们的推论是一样呢？会暴跌崩盘呢？还是说调整结束之后会重新涨上去呢？两者的结果都不会影响我们的行动，因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拿着在其他市场赚回来的钱重新去布局美股嘛。对于巴菲特来说呢，美股是第一大战场，而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的。只是说火车快撞到我们了，那我们就一定要先离场，先保护好自己的本金。所以原则上，巴菲特他是大户，我们是散户，我们的玩法和计划是不一样，但实际上投资的策略都是如出一辙的。如果你觉得投资是你一辈子迟早要学习的技能，如果你还没有走进我们免费投资班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在这个月教学和福利下架之前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报名了。而事情的发展是不是跟我们推理的一样了？我们后续又会怎么去调整布局呢？时间关系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呢？
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